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独裁，要民主。这怒涛一般的呐喊声啊，发生在昨天，也就是11月26号晚上，上海的乌鲁木齐南路上。我昨天在《愤怒的乌鲁木齐》这期节目中间曾经讲到啊，乌鲁木齐的这些市民自发的从自己家里冲出来，冲出小区，挥舞着国旗走到市政府门前进行抗争，要求解封啊，对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个鼓舞。你想想，乌鲁木齐市是封锁这么严重的城市，当普通的市民聚集在一起，表现出那种强大的力量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不面对妥协呀，也不得不妥协呀。这就是群众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所以从昨天开始啊，全国各地啊，陆续有许多城市都开始进行了抗争，兰州啊、北京啊、重庆啊、上海啊。这其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发生在上海乌鲁木齐南路上的这个抗争运动。那昨天傍晚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在上海啊，有人在乌鲁木齐南路的灯杆上贴了一个标语。这段标语啊，写得非常温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乌鲁木齐的朋友啊，我爱你们，就像爱这条路，就像爱我自己的家人。我在想啊，写这个标语的人呢，他肯定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上海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们经历过2个月的封城。因为乌鲁木齐老百姓正在经历的那些遭遇，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当时有产妇在医院的门口流产，有人因为基础病无法上医院去看病，有人在家里面饿着肚子，有人买了机票要徒步几10公里才能走到成田，才能走到浦东机场。这一幕幕啊，上海人没有忘记，所以他们会非常同情乌鲁木齐的老百姓。更何况因为疫情而死去的这10个人呢？所以啊，就在昨天的傍晚，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上海市的市民呢，聚集到乌鲁木齐路。他们在这个路边呢，点着了蜡烛，点着了香薰，开始纪念乌鲁木齐啊，当时因为疫情而死难的这10个人。据说啊，一开始来到现场的时候，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呢不仅仅是在点蜡烛，同时呢，他们还举起了手中的白纸。白纸大家知道吧？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其实从昨天你去看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的抗议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举一张白纸，什么内容都没有。因为不需要写内容，因为你写任何内容，他都会说你寻衅滋事。那我举一张白纸还有罪吗？虽然说他们举的是一张白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张白纸上写的什么字。这是发自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无声的抗议。他们聚集不久啊，就吸引来了警察。警察到现场之后呢，就首先就问这个活动是谁组织的。但是这帮年轻人呐，表现的真挺棒的。问一下，不要紧张，问一下什么情况，对不对？我也不是要对他怎么样，我兄弟也没有恶意，对不对？没有恶意，这个情况，对不对？没有恶意。这个东西或者你们知道，今天这个活动是谁组织的？我们所有人组织的，自发，懂不懂？谁组织的？说，所有人，全部说。我组织的，我组织的，中国人，我组织的。警察显然是想搞清楚谁呀组织的，把组织者一控制住，这样的活动不就掐灭在这种襁褓之中了吗？但是现场的这些人没有让警察得逞。紧接着呢，警察又想把这个路给封锁，就想控制这个聚集的人数，让其他人不要再进入到这个聚集的区域了。但是现场的老百姓也在跟他们理论。这条路现在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临时管控了。拿出文件。没有文件，我已经说过。没有文件，没有文件，我也可以。可以不用依法治国了。可以不用啊，我也可以，没有理由，那我们那哎呦，前面就是美国领事馆，万一美国人看我们笑话怎么办啊？哎，那所以说你不要在这边让人家看。上海市的市民啊，应该说法律的素养啊，在全国各地来讲，应该是最高的。就他们在跟警察讲道理的时候，你看他们都在讲法律，在讲规则，这一点我觉得难能可贵啊。因为我们在跟这些政府部门进行斗争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理性啊，一定要坚持法治啊，这种斗争本身才更具有价值。所以我觉得上海的老百姓这方面真的很了不起。
他们受到不可怜的待遇，就这样死掉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100多天，是被关在自己家里出不去，最后被活活烧死的。这一点事实发生在我深爱的祖国这片土地上，这个事件令我无法接受。我对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这个身份，既感到害臊，又感到心痛，同时也感到异常的愤怒。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前面大家所有的人是以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的，在大家搭起的公共灵台前，大家一起静默，一起举白纸宣誓。为什么大家举白纸呢？因为我们今天在网上发的话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手里举的白纸，纸上也写着什么，这就是我举白纸的目的。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上海2个月的封控？他们没有被隔离，他们没有被隔离，他们没有被剥夺过自由，因为他是来镇压人民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演呢，那么乌鲁木齐南路上聚集的老百姓就越来越多。这些老百姓这些上海市的市民聚集在一起之后情绪也相互感染，大家喊的口号呢也就开始越来越激动。不自由，不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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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由，不历史。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核酸，要自由！他们不仅仅在支持乌鲁木齐的老百姓，也在为自己的权利而呐喊呢。大家都知道虽然有20条颁布之后现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没执行，包括上海也没有执行，还在层层加码。比如说前几天进入上海5天之内的人不能进入公共场所，这就属于典型的层层加码比如说上海市还有很多小区现在明明是低风险，但是呢就是被封锁。我在网上就看过一段这样的录像。就是上海的老百姓在跟封锁他们的警察讲道理，拿着20条的规定说我们就是低风险，你们为什么要封锁？可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些市民被警察抓走了。所以你知道了吗？对于今天的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搞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在声援乌鲁木齐，他们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权利，他们也需要争取解封的权利。所以呢，他们在现场不停地在喊解封。警察面对这种情况，就开始进到这些现场，开始劝这些人离开。结果现场的这些老百姓就跟警察开始讲道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警察就开始在不断的聚集到这个现场，一层一层，他们就想把这些现场的人给带走。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对年轻人，这对年轻人呢，没有留下正脸，影像过程中间只看到他们的背影，但是我觉得这对年轻人的背影有可能会被载入历史。这段影像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那一排呢就是警察，而后面呢就是这一对年轻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两个肩并肩面对着对面一整排的警察，无所畏惧。这背后所蕴藏的力量我相信就跟乌鲁木齐市政府门前挥舞国旗的那个场面一样，会激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来表达自己对现在防疫政策的不满。勇敢地对现在的这种变态的防疫政策说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现场聚集的这些市民呢，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他们喊的口号也越来越惊人。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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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心里话，我刚开始听到这口号时吓一跳，为什么呢？就以我自己有限的经验啊，我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听过在一场群众运动中间喊过这样口号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就即便在89年的时候，其实那些走在街上的那些学生啊，也没喊这样的口号，他还是以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为前提的。但是喊这种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境外很多人啊，看到这个昨天晚上这一幕的时候，很多人奔走相告，很多人高度肯定，认为这是中国境内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喊出了这种明确的政治宣言。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啊，我还是有些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你如果是仅仅悼念乌鲁木齐市的老百姓啊，因为疫情而死难的这个死难者啊，你在道德上具有先天的优势。那些政府部门想要镇压你的时候，其实他都得三思而后行。因为警察也是人嘛，看见你在这点蜡烛为死难者点蜡烛，你捎带喊这种所谓要解封要维权，其实他镇压你的理由不是那么充分，他自己也得掂量。更何况警察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家人，他自己的家人很可能也被封锁在里面，所以他们能理解普通人的这样一种诉求，他们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意去镇压。但是你一旦要是喊政治口号，这就麻烦了，这就变了。你喊共产党下台，你喊习近平下台，这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很容易就引起警察的他们这个包括这政府决策部门的镇压。而且说句实话啊，其实警察把你们抓走，他也面临两种选择。如果你要是仅仅就是一个表达一个解封的诉求，一般来说不会处理太重，拘留个10天8天的，可能就把你放了，有的时候教育一下就放了。但是如果你要喊明确的这种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很可能他就会给你判得很重。所以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也是不建议啊，其实喊这样的口号的。更何况啊，从一场政治运动的角度来讲，如果一开始就喊比较激进的政治口号啊，会引起当政者强烈的反弹，他会迅速大规模的对你进行镇压，等于你这个星星之火还没有燎原呢，他就给你掐灭了。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个斗争技巧问题，这个斗争技巧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整个社会的这个成员还没有大规模被动员起来的时候，尽量提一些温和的口号。我个人呢是从89年过来的，我以我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啊，给大家讲这样的经验。越是激进的政治口号啊，在政治运动中间越有害。我当然尊重这些人啊，他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过去这3年，这种疫情变态的防疫措施给每个人造成的伤害，他们的内心里头都化成了对共产党的不满，对习近平的不满。我认为这种不满没有错，但是啊，在什么时候表达，以什么方式表达，这个其实需要讨论。这是我最想说的。果不其然呢，在午夜12点之后啊，这警察呢就开始陆续进入到现场，双方就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一开始的时候抓一些人，现场的人跟警察这个较劲，这个救人还救下了一些人。但是后来啊，陆陆续续随着这个现场人有些人走了，就聚集的人数变少，警察的人数变多，警察就开始进行了暴力清场。最终的结果啊，是警察最终据说是抓了2汽车的人带走了。今天啊，整个乌鲁木齐南路据说都已经戒严了，也进不去了，而且现场的一些痕迹啊也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如果你没上推特，如果你不看王局拍案，可能你不知道乌鲁木齐路啊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一幕。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啊，上海市市民首先是了不起，他们呢能够为远在千里的乌鲁木齐市市民呢来鼓一呼，支持他们，悼念他们。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体现了上海市这座城市啊它的人文关怀。他们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跟他们无关，他们呢就袖手旁观。其实公民社会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呐喊，
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为了维护自己切身的利益。也就是说，你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还是公民的利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未见得能够博弈出一个公民社会。但是你维护的是公民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那么最终我们争取的就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上海市市民争取的是谁的权利啊？更大程度上，他们喊的那些口号，争取都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境内人的普通老百姓的权利。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第二点，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刚才那个观点。面对警察的镇压，面对政府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我个人觉得喊口号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我的观察是，现在20条发放到各地之后，其实各地呢执行比较混乱，而且各地的地方政府啊，现在对所谓的防疫政策也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通过非常激烈的手段去给他们镇压群众运动的口实。如果全国各地我们普遍的都能通过维权的方式理性表达自己的诉求，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听之任之，这个运动可能就真的燎原起来了。最终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一旦动员起来，所谓的封城，所谓的动态清零也自然就完蛋了。我们的目的现在不是这个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适合一下子把口号调得那么高。第三点，我在这里给上海市民有一个建议，因为现在毕竟有不少人被抓起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现在每个城市都有12345我希望上海的老百姓都能给12345打一个电话，呼吁政府对昨天晚上乌鲁木齐南路上聚集的这些市民，被抓起来的这些市民不要处理他们。因为说实在的，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普通的公众的情绪也很高啊。说实在的，你处理这些群众，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会使普通老百姓内心所积累的这种情绪变得更加难以忍受。说白了，这种情绪下是易输不易堵啊。如果大家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都表了这样一种诉求，或许昨天晚上被抓的那些人就有可能不会被处理得非常重。最后呢，我还是想说上海这座城市真的蛮有温度的。我们也希望这种温度能够成为带领这场运动朝着一个理性良性的方式来发展。如果最终呢，我们全国各地的城市都通过这种方式把动态清零扫进历史垃圾堆，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回归正常社会，那真的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情祝福乌鲁木齐祝福上海